我觉得 Jerry 很像是某台的记者。就是记者 Jerry 在 Capitol Hill 为你带来第一手的报道。好，我们今天人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我跟可心现在穿的是很正式，很正式，其实热的要死，就是今天天气真的很热。穿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要来见重要的人士。对，我们今天去访问了德州的一个众议员，然后去跟他介绍台湾相关的法案。我们讲了台湾奖学金法，然后还有台湾外交审视法嘛，反正就是我们之前 podcast 有提到，基本上就是要把我们现在的驻美代表处改名。我们现在驻美代表处叫做 TECRO 嘛，然后把它改成 TRO 台湾 Representative Office。对。然后另外我们讨论到的是台湾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这个修正案就是要把2点加进去，第一个就是台北法，中国一直误用联合国的2758决议文这个 resolution， 一直在制造混淆啦，让很多人都以为说，台湾其实是不能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为什么说是误用？是因为2758号决议文其实只解决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他只说当时的蒋介石的政权无法再继续代表中国，可是他并没有说那谁能代表台湾，或者是说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没有。但是中国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沿用，就是说当时的2758号就是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对台湾上市的代表权。对。然后另外一个要加进去就是 One China， 就是对中国他们有一中原则 principle，对不对？那美国有它的一中政策是 policy， 但是中国就会一直跟大家说因为美国有这个 One China policy， 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然后这其实根本不是美国的立场，美国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是很多公司他们其实不了解，然后呢就会落入这个陷阱。所以你看到很多航空公司之前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上网订票的时候，他不是会问你，就是说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吗？然后你就点就说台湾，旁边写 Province of China， 就是台湾的一个省份。然后我们其实是刚刚已经讲完了，然后呢，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大家都想说现在国会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嘛，对不对？其实如果大家往后就镜头往后一看，就是那边就是国会山庄 Capitol Hill， 那这个当时1月6号的时候的很多的画面都会拍摄到这个 Capitol Hill。现在我们今天这次来的是在这个国会山庄旁边的 Cannon House， 因为其实参众议员很多嘛，那他们需要的办公室也很多。虽然前面看到这个 Capitol Hill 超大，但是呢还是不够，所以他们在这周围还有另外3个办公室。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地图，来，你现在真的好像主播，我觉得好怪哦，好热。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现在在爆气象的，对，这就是 Capitol Hill，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就是这个 Cannon House， 然后它上面是写说 House Building， 就是 House Office Building， 就是说这个建筑就是给众议员的办公室使用。然后旁边的这个是 Longworth， 就是另外一个它的名字，然后再一个是 Rayburn。然后这个就比较大，它也是 House Office Building， 也是给众议员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可能是比较新的，也是 House Office Building， 是叫 Ford。这3个其实下面都是有 tunnel 连接的，因为你知道上来很热，而且就是还要过马路什么的，所以为了要赶场，有时候他们下面其实都有这个隧道。而且大家知道，因为就是 US Capitol Hill， 就 Capitol Hill 嘛，它就是在山坡上，它真的在山坡上，所以呢，如果你在这边走来走去，是还蛮累的。我们刚刚走到已经放弃，就直接搭 Uber。今天很有趣的是，就是我们一进去，然后要拿那个访客的证明，这个是新的，对，这就是刚刚讲到说，因为1月6号的骚动，或是暴动，看你怎么叫它。我们要跟着进去，而且是要有人来接你。然后过完安检之后，我们还要去对证件。对。然后他才会给你一个 badge， 而且进去之后你也不能乱走，就是那个都是从头到尾就是有人要护送，就是跟在你旁边。好，来让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这个 Cannon House， 然后旁边也是其他的不同的 building。我觉得这个在台湾这种建筑在台湾真的很少看到。奇美博物馆。对，就是要奇美博物馆才有这种气势，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它好像都是用石材去建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感觉很昂贵、很高贵的感觉。对啊。然后现在这里就是感觉警察蛮多的，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路上，其实
3不5时就会有一个 checkpoint， 就会有一些警察在那边驻点，随时轻举乱动就被抓。对。那我们就是慢慢走，好，我们就走过去。这感觉很贵，这是大理石吗？对啊，但不是就要气派啊，要够气派啊，毕竟它是人家国会三权分立的，而且这样跟大家讲好了，这其实在美国宪法刚写的时候，我问你好，行政跟立法，你觉得谁目前的权力谁比较大？你说现在吗？对，行政跟立法我会猜行政就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这种学者，他们也觉得行政的权力是比较大的，但其实，在 Founding Fathers 他们写这些 U.S. Constitution 的时候，他给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大，他给立法端的权力是很大的，而且甚至是高于执政者的，就是行政端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人民的声音嘛。对。立法单位他们如果要跟行政单位他们互相对抗的话，最常大家看到就是直接预算嘛。对，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行政部门白宫要 shut down， 预算案不过，那不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发薪水，对，就是公家单位所以那时候好像什么公园啊、博物馆什么的就必须得关，因为就没有经费放顶。好，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倡议，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问，就是就问我们另外一个 Twitter 的小编 Jenny， 我就跟 Jenny 就说，因为他有其他之前的经验，我说有没有给我这个初学者一个忠告，然后他就有讲，都说很重要的是要用美国的角度跟他说，你不可以就是说，对啊，这个我觉得对台湾很好啊，或者是这个对台湾很重要，就你必须要让他说服他，或者是让他了解，就是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做像这样的倡议的话，你要搞清楚你的对象就是你今天是以他们的选民的身份来的，那所以以我们角色的话，就是台湾你是 American， 对不对？对。那所以你要一直讲说我们怎么样，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指美国，对。譬如说在讲孔子学院的时候，那我就会说，你看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下对，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想说去学校上个中文课或什么的，殊不知居然接受的是这种共产党的思想，然后去唱他的党歌，你会作何感想？那他们就会立刻就是你知道 click， 就是对这件事情蛮恐怖的。所以我就这真的，我觉得也是沟通技巧吧，就是不是说话术，而是你怎么去 approach 一个议题，然后让这个东西更能够被人接受。所以这也是我们观测站之前在写文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时候，譬如说，最常被讲的就是我们在讲战略模糊的时候。对。当然，以台湾角度，当然会希望说越清晰越好啊，最好就是台湾一有事，美国就冲过来帮忙。对。可是你也要去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想说，那今天是要送美国的士兵去为其他的国家打仗如果今天反过来，是台湾的士兵送去为美国打仗，我就送到阿富汗帮美国打仗，你会愿意吗？对不对？那大家可能就会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停一下。对。那我觉得我们之前在文章写到这些东西，说美国其实他们会保留战略模糊，其实也是有他们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站在双方的角度去互相去想，然后找出共识，然后往那共识前进。我们观测站会用这样子的切角去写我们很多文章，也是因为过去很多在倡议上面的一些经验发现真的不能一直用自己的角度去切很多的议题。对，而且真的在实务上面很多事情的进展方式就是跟平常大家喜欢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那个其实是有落差。譬如说像刚刚那个议员就讲到说，他们的老板呢，议员助理，对，他的老板其实对某些议题是很在乎的嘛，那他们有打算推一些法案，对，那他就直接跟我说，但他觉得这个法案推出来不会过，但是呢，不过我就不推嘛，不是，他要先推第一次，让这个东西出去，让大家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试水温，然后下一次国会再推第二次，就是说做一些修正，慢慢的去让大家可以接受这个法案。他就说每一次大概要3到4次，甚至到5次，这是一个法案推出来之后，我指的次数等于是他们的 Congress cycle， 就是他们一次的国会会期是2年，对，所以你看这样就是10年哦，就最长有可能10年，6到10年的时间。
那你才能这个法案才能过。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台北法案嘛。我们之前过的那个台北法案已经是我印象中第2次、第3次提。对，所以他也是提了多次之后才过的，而且还会再被 tone down。对，所以就是可以想象，就是这毕竟是要这么多的 congressman 一起通过的东西，是会需要有一些妥协、一些 compromise。不过其实以台湾人的立场，我看到这样子的心态，其实是蛮欣慰，代表说他们今天帮助台湾，他们其实是有打算长期抗战的准备。就是说我今天不是为了要一时兴起我才要做这件事情，他都有做好准备，说这个法案就是要耗上10年才会通过。但是我愿意这样做。那今天我们的气象主播 Jerry 带我们到了现在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国会的图书馆的其中一个 building。对，它其实有好像2个3个。不得不说，美国真的很会做 archiving， 很会做存档，这个真的很强。那其实我参观过我们台湾立法院的立法院图书馆吗？就是规模大概是怎么样子？小了许多，对。哦，大概没有这么大，是不是？有这个的不要问，不要问。他们真的就是过去的法案，然后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文件，全都存档在这里面，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宝库就在这。我觉得大家可以往前走，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大门。我觉得它的大门做得很气派，很气派。对，它就是真的，我不知道这样大家看比例尺看不看得出来，就是它真的非常大。这样是几层楼？1、2、3、4、5层楼。5层楼，太夸张了。这只是一栋而已哦。这只是其中一栋。对。就是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来 DC， 就是 DC 可以看到非常多美国政府的建筑物，然后也可以看到蛮多民权运动的发展史，譬如说像黑人的民权运动，这边有蛮多的jazz bar， 就是都跟这个历史有关，而且还可以吃到 cupcake。我跟你讲，可心呢这一次来 DC 就一直说我要吃 Georgetown cupcake。好，你们有没有看过 TLC 有一个就是 Cupcake Queen？没有。好，它本来就是一个实境节目，然后就是在用那个杯子蛋糕女王。然后我就是看 TLC， 我说天啊，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然后我上一次来 DC 的时候，我就吃它的 Red Velvet 红丝绒，就很甜啊，就很甜的，是蛮甜的，但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就是来 DC 也可以吃 cupcake。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门上面，它就有一个像是艺术作品的，其实是书你近看你会发现那个其实是书本，打开的书本。我们就正对着它看好了。对，书上面有很多，那个是生物海洋生物，不同的菊石，有趣。好，我们今天这算是观测站第一次倡议之旅。我好想说跟你 high five